每个月看到 MC 来就很失望，就是到后面都会崩溃，每次看到就会哭这样。因为我们前面有做过2次人工，然后但是也是失败。后来我们就想说，如果我们都要做的话，就干脆做试管，因为成功几率比较高。我有同事也是在这边有做过，他有成功，然后又觉得说这边的技术就是算是台湾最好的，因为我们看起来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有信心可以迈入这个疗程这样子。我的第一个小孩没有的时候我是28岁，在产检的过程中是先被检查出，他可能有问题，到后来又留不住，就是又经过了4年，每天都会觉得很没有希望啊。我们想要做就是一开始就是筛选出好的胚胎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在看到说小孩子有问题，就是会觉得不想要再经历过那种煎熬。给你做免疫测试，那你有几个问题产生，怀孕下来小孩子一定会流产，一定没有办法存活下来。像你这种呢是少数呢这么严重性的，第一个要先克服，因为造成小孩子流产有可能胚胎染色体有异常造成，所以我们用第4代去把它筛检那个健康谱出来，这样我们先可以排除胚胎问题造成的流产。其次免疫问题我们再用药物去治疗，所以我们用那个免疫球蛋白，现在目前已经怀孕来到第9周了，所以再有1剂是第10周要打的就完成了，以后就靠药物出到怀孕38周。那么我们这一次为了提高你的怀孕，我们用那个所谓的就精准植入法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出呢那个着床的日期在哪个地方。那我们譬如说精准放在这里的话，这个怀孕率就会提高。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他会帮我们看得比较仔细，但是他不一定觉得我们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习惯性看诊的时候会把问题写在纸上，然后再一起询问。如果我有询问的话，他一定都会回答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胆一点，就是可能记录一下。患者自己要做足功课，因为院长毕竟他也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点在哪里。对，因为可能每个人要问的问题不一样。做足功课来询问，院长一定都会解答。我整个疗程每次，只要就是要回诊的前一天，都一定会失眠。可是我就是觉得说，可能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，因为这生活会其实不好的话，你小孩可能也不会想要来这样子。要体贴老婆啊，然后是因为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。他如果有什么不高兴的，就是身为先生真的要多体谅一些。每验1次孕就哭1次，每看到1次 MC 就哭1次。对，而且我已经压力大到，就是我每一次都会晚1天、晚2天，自己心里会抱着一种就是，我可能有了，因为我的都很准，然后结果后来都发现其实没有，自己想太多，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，然后就是造成那个一直晚这样。我是免疫系统，然后医生就会说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原来就是其实只要来看医生，他就会告诉你解决方法是什么，你就不会。我还拖了4年，我就觉得很浪费时间。我搞不好已经生了第2个。如果真的自己备孕超过1年都没有怀孕的话，真的就是不要害怕，就是要去找医生，你不会自己困扰那么久。刚开始进来，然后到植入，就是每天都是心惊胆战，就是怕失败，怕怎么样，然后到确定有2条线，然后医生说怀孕，那个心情真的很开心。2条线等很久了。对啊，真的。